进了门之后，他就把那个门从里面反锁了一下，把手伸到了我的裤子里，摸我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就是事情进行到了一种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的地步了。曾经参与多部影视剧拍摄的主人公 Henry， 在亲身经历影视圈的黑暗面之后，决定接受我的采访，以他亲身经历来揭开这个行业的遮羞布。这个圈子里，不管是你是同性还是异性的这个性取向吧，你能遇到这个潜规则的概率都是非常大的。现在这个圈子里大部分潜规则的人，他不是说那么硬的，就是说我一定要跟你发生关系，不是这样的，他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慢慢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让你觉得说，哎，开始没有什么，稍微妥协一点也没有什么，就是被别人揩点油也没有什么，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直到了说你已经没有办法去忍受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吃了太多亏了。我呢就遇到过2次，而且2次都是同性的潜规则。一次是一个制片人，几年之前吧，我可能年纪还稍微小一些的时候，刚入行的时候，然后去建组，去酒店里面去见到了制片人，然后那是第2次去见他了。第2次去见他，他是单独一个人在见我。聊完了之后，他就说：“哎，他说我们家在旁边，但是你那个角色的剧本我放在家里了，你可以去，我们顺便聊一下剧本。”但当时那时候社会经验真的是很少，然后就跟着他去了他家里了。跟着他去了他家里之后，然后他有个动作很可疑，他就进了门之后，他就把那个门从里面反锁了一下。当时我顿时那个脑子里就有个警铃，叮一下就响了，我不太正常啊！他进门为什么要刻意反锁一下呢？如果我是一个女生的话，我觉得这时候我就应该就是已经就吓到不知所以了。但幸亏反正2个人都是男生，我就觉得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然后结果聊着，他就开始你知道吗？从前面把手伸到了我的裤子里，摸我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他不是说揩油，是那种他不是说分好几次揩油，就是我这次我揩一点油，下一次他是一次里面，比如说在这几个小时里面，他跟你聊角色，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比如说试探你一下，把这个手放在你的大腿上，说你看一下这个角色怎么样，聊着，然后你突然觉得他的话题为什么会转到说你的背上面有什么东西，或者说你的体质是什么样的，就转到这种话题上了。转到这种话题上了之后，就开始就是说那我比如说那我看一下你的背上好像有个胎记或者什么这种。好，然后就开始衣服就开始没有了，你知道吗？衣服就开始没有了。先开始大家都是男生也没所谓吧，你比如说就是脱个外套，然后把里面就是看一下说背上是怎么样。就比如说他跟你探讨说你的颈椎，探讨一下颈椎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掀个衣服给他看一下颈椎这个事情有什么大问题吗？也没有，对吗？但实际上这件事情放在他那里来说已经进了一步，也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我都还没有进剧组呢，就是去建组，去相当于一个面试和就是再去见他第2次去跟他聊的那个过程。对，就是你还没有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才会进行这样一件事情。当你已经在剧组里面拿到这个角色了之后，他就没有这个立场再去做这样一件事儿了呀。他是说，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可以给你这个角色呀。所以他才做这样一件事情，他觉得他拿捏住你了嘛。好的。那就是他是制片人哈。对啊。那他的权力大概有多大？他的权力就是全剧组最大的一个权力嘛，就是制片人和导演嘛。然后制片人是管钱的，就包括现在的节奏，就是几乎导演的钱也是需要制片人来发，导演也是需要制片人来请的嘛。对啊。好的。所以很多人的生杀大权、工作的那个什么都握在他的手里吧。但是真正的让我觉得说这个圈子有点恶心到我了的时候，是下一次的，就是第2次的潜规则。第2次潜规则是遇到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呢也是，怎么说呢？就让我觉得自己被欺负了，是他借由他自己的这个权利和他自己的资源关系，然后说就是想要跟我发生一下关系，然后就是事情进行到了一种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的地步了。他不是叫嚣，他就直接实际上手了。
我好吃亏啊！他妈的，我太吃亏了。我就觉得，也不是说吃亏，不是说吃亏一个词，就是自己被欺负了，自己被别人欺负了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有多烦人，很烦人，很烦人。我就在想说，我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强大，让别人不要再这么欺负我。所以我从那开始就慢慢的对这个圈子产生了一些，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为什么一定要坐在这个圈子里呢？我觉得我的衡量之下，我没有必要去拿这个东西去换一些不确定的东西。但说实话，如果说你告诉我了，好，发生关系，我一定有一个实质性的什么获得，我也会去考虑的。我也觉得我有可能也会经不起诱惑，但是往往事实上就是说，你付出了一点点东西之后，你会发现没有对等的东西给到你，你要付出非常多的东西之后才可能给到你一点东西。这个不确定性让人觉得很崩溃。即使你付出了你的身体，也有可能一无所得。所以我就觉得说，哎，那既然我也不喜欢大部分的剧本让我觉得很傻逼，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做点内容出来呢？就是这样的一种心路历程吧。后来就觉得说，哎，在 B 站做 UP 主很好的， B 站这个平台真的是太棒了。